日本到底还有没有人吃寿司啊？虽然我不怎么敢，但其实还挺多人吃的。又到了送命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的大将，就是在日本料理界被称作师傅的佐足大先生。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问题的，好吧？如果我之后没有再更新的，你们就不用再问了。他家主要是以热寿司出名，其实就是指下面的醋饭是热的啊。すみません、量ですけどもう入れました。每次来寿司店的偷感都很重，因为店里真的很安静。我也不懂大家为什么都不说话。我喝个这个餐前蕨菜汤，都感觉像做了亏心事儿。今天的第一盘菜是煎鱼刺身，旁边搭配了一点小葱末，口感柔软，带着一股烟熏煎鱼的独特木质香味，嚼两下还有点香葱的甜味。接着是芥末章鱼腿，它最大的特点是特别难嚼。口感就是橡皮擦，这个是油炸鳟鱼，就是塞尔达里面的苏麻鳟鱼，它外面那层脆壳很薄，提升的口感但又不会很油腻，上面点缀了一点鱼子酱，让本来没有什么味道的鳟鱼就增加了一点点咸香，盘底还带了一点味增酱，就吃起来会更香。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茶碗蒸蛋，它非常高级的一个点是，它用的甲鱼的皮来调味，嚼起来就很像在嚼珍珠，表面上那一层棕色的甲鱼汤真的很鲜，但它下面放的是年糕，热年糕吃起来很像麻薯。很久没吃烤鳗鱼了，咬开那个薯片质感的鳗鱼皮，内里柔嫩，你还能嚼出一点鳗鱼的焦香。然后才到我们的寿司，上来第一块就是金枪鱼中腹。中腹的油脂和米饭的温度融合得很好，但吃起来很像猪油泡饭，香菜了。然后是金枪鱼刺身，它无论是造型还是色泽都很完美，特别是热醋饭让金枪鱼醇厚的肉味更明显。接下来这一块鲷鱼又白又嫩，它吃起来的口感很像生鸡肉。然后是栗子，脂肪的含量没有刚才的高，吃起来还有一股麦秆烟熏后的味道。我发现他们家的肥鱼用的都是热醋饭，白生鱼才用凉醋饭，对食材的细节把控还是很高。然后是一小碗黑喉鱼拌饭，这么奢侈的吗？第一次看到黑喉鱼这么用，这个鱼在日本卖的很贵，一般是宴请才会用到。它看上去很像猫饭，就是把肥鱼的肉捣碎之后和米饭混在一块儿，米饭的温度就会升华黑喉鱼的肉香。接着是甜虾寿司，它的虾肉几乎把饭都盖完了，吃起来就是过瘾。然后是一块生活在海边的鲷鱼，它的口感和普通鲷鱼差别很大，它更脆更弹，而且更加的清甜，就像喝了一口清爽的小饮料。然后是竹夹鱼，我吃我自己，上面涂了类似葱油的料，感觉有一种高级纸香从舌尖划过。终于到了我们的金枪鱼大腹，它就像海里的一块大肠，非常多的油，一口下去就是满足的奶油味。接着是小鲫鱼，因为它是银皮鱼，处理不好就会有很明显的腥味，但他家腌制的很好，反而更加凸显它的鲜味，特别是这个改刀真好看。然后是海胆寿司，他们家用的是北子海胆，像是土豆泥一样，又很像甜甜的绵绵冰。最后一块是文蛤，调味非常的重，所以放在了最后。它不像别的贝类那么脆，口感甚至有点像小炒肉。最后大家还送了我一块章鱼。总的来说，他家分量真的很多，非常的过瘾。除了价格昂贵之外都很好，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鳗鱼店有点精神，他家不仅蝉联了2年的百名店，而且还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平均下来100多年得了一次。哎，不是这样算了，总之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。反正我们今天来这家店是有原因的。据说他们家集结了日本最贵的几种鳗鱼，那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来到的是日本的入谷站，这个地方安静文艺，房子上亿，门口会写今天鳗鱼的产地，还有大将的名字。领进门之后就开始非常复杂的选鳗鱼的过程，选好鱼之后我们还得等40分钟。但是，心急吃不了热鳗，开始吧。この刺身みたいなうなぎの3点盛りで1つお願いします。他のなんか単品のおすすめと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家没有小菜，非常的实在。第一个芹菜就是鳗鱼天妇了。你们听咬下去的这个声音就知道它有多脆了。它是怎么把面粉涂得这么薄的呀？很厚一片，里面白嫩的鳗鱼肉嚼起来甚至像山竹肉，撒一点薄盐就很好吃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我觉得跟鳗鱼最搭的一个菜，鳗鱼厚蛋烧，里面的鳗鱼很肥很嫩。一口下去咬到鸡蛋平平无奇，但是当你把鳗鱼汁嚼出来之后，吃起来会有浓郁的鳗鱼的脂肪香和油香，就你们懂吗？鳗鱼的香味会渗透到鸡蛋的每一个缝隙。它那个酱会显得鸡蛋特别甜。对了，这家店也是我在一个很有意思的 APP Hobby 上面找到的，里面潮流美食、游戏、电竞什么都有，能发现很多同好圈子，还可以互动集星卡，兑换大牌潮服、潮鞋。我的手表就是在 Hobby 里面免费换的，大家加入我的新社，我们还能发起线下组局，一起聊聊天什么的。点击左下角就可以一起玩啦。好啦，说回鳗鱼，这是鳗鱼西京烧，吃起来感觉就是干煸鳗鱼，它煸的又香又甜。这个是用鳗鱼的肚子肉卷的香菇，鳗鱼香再加上菌类的特殊香气啊。鳗鱼里面的费列罗说的就是这个。白烧鳗鱼其实很多店都有，其实就是最原汁原味的鳗鱼烧。最后一个前菜是黄瓜鳗鱼，2个字形容就是清爽，黄瓜保留了清脆的口感和清甜的味道，正好可以中和鳗鱼的油脂。黄瓜负责给鳗鱼解腻，鳗鱼负责给黄瓜香气，这也就是完美的 CP 啊！最后终于到我们的鳗鱼饭了，我们点的是2种鳗，一种叫幻制鳗鱼，一种是和酱鳗鱼。我们先吃这个幻制鳗，看到这个焦褐感了吗？它的特点是骨头比较多，脂肪也没有那么丰富，但是它不管怎么烤都有非常明显的鳗鱼味，而且能够吃到鱼肉的纤维感和弹性十足的肉质，用渗到下面的酱汁拌着米饭吃，浓郁又不怎么黏腻。和酱鳗鱼就不一样了，它就是一条肥鱼，它不仅脂肪多，而且外焦里嫩，在嘴巴里面破皮之后爆汁的那个感觉，脂肪就是治愈人的原因。
筷子轻轻一夹，它就断开了。所以这种烤的东西还是要吃油多的。最后来口汤解腻，汤里都是炭火的气息。来这种百年老店吃饭，有些时候就觉得吃的不是美食，是传承的手艺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百名店，它是日本根据网友的评分和投票选出来的100家好店，它不一定贵，但一定是有某些优点的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靠味道取胜，真不错呀！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来的是日本的学艺大学站，这个地方它非常的有精神，感觉这有很多的帅哥和美女，但是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这种犯猪瘾的人，还是不要说那么多废话比较好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等一下，原来卖票机里面真的有人，来日本2年了，第一次看到。到了。すみません。さっき電話したのリュウです。2名で。他家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居酒屋，3个大酱，10张嗷嗷待哺的嘴，点了我妈咖啡套餐，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是酱油毛豆，突然很想念成都的冷淡杯。第二个小菜一端上来，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它这个居然是番茄加生姜，它俩组合起来是不是感觉没什么道理？酸咸的姜片让番茄的清香更浓郁了，很像我妈做的糖拌番茄。今天的第一串是烤鸡翅，烧鸟店一般会为了把鸡翅烤得更均匀，还有方便啃，就会像这样切开烤。又到了我们最开心的吃鸡翅的时间。你光是把它的骨头扯下来，就能看到里面发光的油水。当牙齿刚刚穿过那层酥脆的鸡皮，舌头就已经尝到了焦香，是附着在上面炭火的味道。油水和焦香混合在一起，还有点粘嘴，甚至有点像死去的鸡翅突然开始亲吻你的嘴唇。嘿，下一串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脖子肉，看这个油亮的侧面，非常的优秀。一口下去，那个弹滑的肉筋和里面挤出的肉汁，一瞬间撑满你的整个口腔。此时此刻，别人是人生赢家，我就是烧鸟赢家嘛。不过我也算人生赢家，毕竟有大家的点赞和支持，我也拍视频记录生活这么久了。好啦，继续吃串。接下来鸡翅公鸡胸肉，它用的是鸡的小胸肉，烤出来之后白嫩中透着一点粉红，但是不要被那个外表所欺骗，肉虽然真的超嫩，好了，但是小心芥末把脑鳞盖冲开。接着是油脂大户鸡屁股，这一串就很考师傅手艺了，应该是先用高温烤的，这个皮又薄又脆。鸡油爆珠，果然这种热量高的串吃起来就很满足。接下来这串鸡腿肉还挺有来头的，这种鸡叫卡西蛙，它的脂肪更多，嚼起来的那股油香更浓烈，肉汁也更多，所以特别适合用炭火烤。这个就是被称为日本最高等的鸡肉。我发现在日本就是脂肪越多的动物等级越高，我想应该没人能拒绝得了这串。接下来鹌鹑蛋，这个其实和国内吃起来很像，外面的蛋白又弹又脆，必须撒一点海椒面，里面还是溏心的，怎么有点像在吃鹅肝慕斯。这个叫心管，它的特点是特别入味，所以师傅烤的是甜酱，酱汁会钻进它的每个褶皱里面，有点像把鹅肠卷起来烤，但是又很有弹性。然后是鸡心，他们家是把鸡心剖开来烤，所以我们这次很遗憾喝不到里面的鸡汤了，吃起来酱香浓郁，又保留了鸡心原本的一丢丢腥味，恰到好处的甜味。最后一个串是鸡肝，居然放到了最后，我现在形容它真的很厚实，内心是一点夹生的，微甜的生肝加上那个腥味，再配上这个甜酱，半熟鸡肝真的是怎么都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没有想到吧？烧鸟冬啊，鹌鹑蛋、香菇和那个小青椒。轮大酱真的觉得我们太能吃了。我发明了新菜蛋碗龙破，关键是吃完这碗饭，还有一碗中华寿吧，这碗面很适合半夜来一碗，这一口热汤下肚。把之前烧鸟的油腻都化解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顿特别值，果然还是这种传统居酒屋有人情味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好撑啊！奥特曼最近在日本有多火？我家附近的商店街都换成了它。在日本，一到这种国民级的 IP 复活，氛围就变得非常的好，主题餐厅的人都变多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这个电影。现在在日本上映了6天，票房过了12亿，看完不得不感叹，安野秀明这次是真的很猛。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，除了周边卖断货以外，去麦当劳买杯饮料也是他。祖师谷大藏那边氛围更浓，车站门口的初代雕像，机上的什么井盖呀，还有商店招牌，甚至路灯都根据奥特曼重新设计了。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，今天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这个怪兽酒厂，它是一个由奥特曼作品衍生出来的餐厅。在进去之前，服务员会告诉你，这里就是怪物们下班之后来吃饭的地方，什么地球防卫队员是不能进来的哈。进去之后先是卖周边的，奥特曼和怪兽的其实都有，不过就是这个价格。好啦，开始点菜。其实他家这个菜单我是没有看懂的，那就先来一个小龙虾推荐的。白生鱼，每点一份就会牺牲一只小龙虾，太残暴了。还好鱼肉吃起来是软脆的。接着是这个菜，这个造型应该很好猜了吧？布拉克星人的黄油牛油果，它是用黄油跟芝士煮的牛油果和虾，配着面包吃还挺香的。它每盘菜还会送一个小卡片。下一个菜是香肠，我已经分不清这是哪个怪物了，可能是某一集被打败的香肠怪吧。下面这个菜很明显，刚 Q 啊，它是生鸡蛋加橄榄做的眼球，可以有，但没什么道理。接下来是斯坦德尔星人推荐的烤肉串，又是一个没什么道理的设计，但它烤的是真的很入味儿。斯坦德尔人还是很有品味的，这个应该没几个人猜得出来，它是艾雷金刚和哥斯拉同时代的产物，这个设计明显没什么道理。接下来这个菜是全场最佳，它的设计很有道理，经典名场面。渣赞 VS 特供，其实就是海带怪打章鱼馆，放在面包上面，跟着海带一块吃，橄榄油真香啊！我们的最后一个菜是由佩洛林卡星人推荐的烂炖鸡腿，它除了颜色很像以外，就没什么道理了。但我还是会推荐这个菜，软烂的鸡肉加酸酸的番茄，不仅入味，而且你吃2个都不会觉得腻。我们今天这顿饭吃的真的不是饭，是奥特曼和怪兽的结晶啊！真的吗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7分，只要我们保持内心的强大，就能守护自己的光明。嘿，卡玩意儿。